哎，大家伙早喽！7月28号星期二清晨，就5点20左右，我已经到大阪城了。今天我们又是集体训练的日子，我已经好起来了。哎，麻雀在喝水啊，先接水。还是无糖的电解质。今天我们几个人的小分队，10个200，间隔30秒慢跑。今天之所以决定来跟大家训练，就是因为强度不大，10个200不长。要是今天跑5个1公里或者5个2公里，我就不能全跟了，还是不行，他腿还是疼。但是跟昨天不一样了，昨天是那种完全跑不了。昨天我拿了一跳绳出来了，我说跑几百米去一小公园，然后跳绳，那几百米跑的就痛苦异常。然后跳绳也是跳了3下我就放弃了啊！他们已经来开始热身了。这蝉鸣声太大了。比赛日的节目大家看了吗？就是上一天前天发的，还可以哈，挺有意思的一个比赛。我看大家的弹幕和评论，就这个比赛您不跑您不知道，这个比赛必须得穿竞速鞋。它第一它不是一个越野比赛，第二是它没有下坡路。到最后下坡的时候，确实那个普通的路跑鞋，就下山的时候结束以后下山的时候，普通的路跑鞋是挺难受的。但是这个比赛的前11公里，差不多前7、8公里都是这种柏油路，进山以后还有很长一段柏油路，然后呢8到11公里差不多是这种柏油路和土混合的路，就平路还能跑。但是它一直上嘛，前10公里差不多平均的坡度可能要超过6%。您看我刚一开始起跑，第一个小拐弯开始上坡以后，配速就还掉到4分多，然后掉到5分多。那个时候我的体感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用的劲儿是我办完比赛的状态，但是配速只有5分多。我当时就特别庆幸我选择了竞速鞋，没有选择赛前测试那双越野鞋。那双越野鞋也性能很强的，是有碳板的，也不沉。到后边爬山的地方，你跟专业就这个比赛的竞技选手比，你完全不可能占到便宜。就是穿什么也就那速度了，因为你只能一步一步的走。而且前几名的选手也是都是竞速鞋，绝大多数穿的是旧的 Nike。然后呢，第二梯队更多的就是我这双 Takumi San，这2双选的特别多。Nike 我看到的 Vaporfly 和 Alphafly 是最多的。这比赛还是挺残酷的，4个半小时的关门时间，真的挺难的。我认为要比马拉松破3难的多得多，除非您是专门爬山的。但是专门爬山的可能半程会被关，因为前半程有那么长的路跑，那路跑你要是慢了，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是进山以后那个路基本上就是单行线或者2人并排，会堵车，就是口小，后前面的路宽，你慢了以后就被堵，好多人被堵。我看到一个被堵了好几分钟，最后2小时15分31秒到半程，就差31秒就被关了。然后有2个报名信息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大阪马拉松抽签报名，今天开始，不用着急，报名时间好长的。海外抽签中签的几率非常高，我昨天成功报名了那个市民跑者，就是他前2年我其实是有误解，他不是只有大阪市的市民，就只要在这儿生活的人，你在东京在哪儿都可以走2步。他那名额就1500个，然后网站排队就跟10多年前我们那种网站排队似的，双11那种，好多人排进去就已经没有名额了，因为就整个就1500个全国。我们跑团差不多我看到分享出来的不到一半成功报上的，我报上了。那个就是男子3小时10，女子是3小时
多少忘了，就是40岁以上的，40岁以下的是3小时，这叫成绩资格。因为要求也不高。这是第一个，今天上午北京时间可能是9点吧就开始了。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就我那富士登山那个比赛，它因为你必须得有一个半程的成绩才能报全程，所以你就得分2年。但如果小伙伴们明年想参加这个比赛的全程组，那今年还有机会。它有一个另外一场富士登山的比赛，线路不太一样，距离就是它只登到半程。那个比赛的成绩也被这个全程比赛承认。那比赛今年刚刚第3届，不抽签，先到先得，7月31号之前解除报名。它的那官网在我这个比赛的官网上面会有。我把比赛的名字打在屏幕上，去搜一下就能搜到。那个比赛简单一些，前面的路跑距离短，它一共只有12公里，就是在我们这个比赛最后大巴拉回来的那终点的田径场，就是颁奖仪式的那个田径场，在那儿出发，那儿基本上已经快到伊河木了，然后直接就进山。这个比赛跑进1小时50就能进第2年的全程组，但是那个比赛确实过于简单，它不太能衡量。因为去年的时候那比赛的要求还是2个小时，今年就加了10分钟，原因是你几乎靠那个比赛进来的人，就我的朋友们，有一位咱们第1期训练营的成员，马拉松已经2小时50多了，年轻半马1小时20多，特别厉害。那个比赛拿到的资格也被半程关门了，因为前面那几公里的路跑真的太难了，那就相当于一直在上那种城市里的立交桥，一直在上。那跑到5公里的时候，差不多跟腱跟小腿就已经不行了。这2个报名信息，富士山那个想去得赶紧报，因为好多比如今年没完赛的，他还得靠那个，就都涌进来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ハード。初めて富士山、初め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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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ご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准备了。はい。います。はい。走。37秒75，上一个200米3分9秒。走。38秒08。
走。哎呦，37秒37。早上好。2、1、0，走。37秒87。1、0，走。37秒91。2、1、0，走。36秒92。1、0，走。加油！
哎哎，38秒27，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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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0，走。到，哎哎，38秒46，哎哎。2、1，两，那，哎，39秒36，哎。1、0，走。36秒29，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藤原さん。刺激。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そう、すごい。缓过来了。来到。陈刚先生的步幅越来越大了，你看腾空。昨天和一小伙伴，训练营的小伙伴聊，比如说，他跟我讲，他分享，他说：“哎，我觉得佩鲁马步幅小是因为抬不起腿。”我跟他说不是这样的，跑步不是一个
抬腿的运动。小伙伴们，7月28号星期二，今天一共跑14公里，10个200，间隔30秒慢跑，全程都有。我现在特别喜欢把整个训练的全程录下来，一方面是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我这频道，我总说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儿，就是我认为，我给大家看到我是就我这个成绩的跑者真实是怎么练的没有那么多虚的东西，所以呢，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自己呢也是留一个记录，我觉得剪了以后，未来自己看的时候没有那个临场感。最后跟大家分享，刚才没说完的，我说马拉松跑步，你步子大不大？其实看上去是说那位小伙伴的原话说的是那个大腿抬得不够高。其实大腿抬高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你核心力量强，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你得有力量，而不是说我故意的迈大步，或者说我故意的抬腿。这个力量也不是说你去健身房去蹲腿蹲出来的那种力量。我觉得跑步的事儿，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跑者来说，就是靠跑步去练就好了，而且不用太在意自己的不扶不贫，除非您是那种很明显的跳着跑，那这种自己纠正一下。你只要是正常的前进，人都是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趋利避害的。每个人的技术动作也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自然形成的。不光跑步，每个人走路的姿势，干各种事儿的姿势都没有一样。那么今天跟大家闲聊两句，想来明年大阪马拉松的，今天可以开始报名，等着抽签了，几乎都能中的，几乎。想去试试富士山的那场比赛还稍微的简单一点，9月13号比赛，可以去玩一玩。我觉得富士山还是一个挺不一样的感觉。行吧，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